湖南泾縣奪命寡婦村，5年內成年男性頻頻離奇死亡，每一個成年男性活不過40歲。有人說是村內出現閻王爺詛咒，也有人說是挖斷了龍脈。更為神奇的是，這些男人都沒有任何病症，就突然離奇死亡了。更讓人不接受的是，这些死亡者當中全部是成年男性，唯獨婦女安然無恙，所以讓外界一直將村莊定為奪命寡婦村。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保持你的好奇心，我們點個關注，點個讚。接着往下看，在湖南地區有個神秘的寡婦村，名字叫龍塘村。這個看似平常的村子卻是大名鼎鼎。根據當地的傳聞來看，近些年來一共有30名當地的青壯年遭遇到離奇的死亡，並且在外人來到該村的時候，還能感受到環境气候对自己身體造成的不適感，甚至還有流鼻血的存在。周圍人都傳說，相關的情況和附近的一所學校存在很大的關係，因為在沒有這所學校之前，村子裡一切正常，但是在學校動工中發現一座古墓，並且在修建完畢之後，學校裡面就馬上有一名男老師死亡。之後，村子裡面就存在接二連三的男性死亡情況。這一切，根據村子裡面老人的說法，是因為挖出古墓，造成了風水的破壞，才導致死人的情況頻頻發生，並且在湖南興化縣，當地一位老師在周五上完課之後，想要去龍塘村看望住在當地的親戚，因為來到龍塘村已經是晚上了。這位老師在趕往村內的時候，突然覺得越接近村莊，四周存在的冷風越來越強烈，這股冷風吹得自己毛骨悚然。很快，這位老師感覺鼻孔一陣涼意，伸手一摸，只見滿手都是鮮紅色的鼻血。很快，這位老師就眼前一黑，不省人事。根據當事人的回憶，在自己醒来之後，感到一陣脊背發涼，立馬跑回家中。第二天，這位老師來到醫院檢查，完事之後沒有發現任何的問題。在和醫生交談中，醫生開玩笑說，大晚上也敢去奪命寡婦村。在對於這個說法感到驚訝的同時，這位老師從醫生口中得知，這個名字叫龍塘村的小村在當地可謂大名鼎鼎。醫生說，在自己的記憶裡面，龍塘村送來過不少的青壯年男性，並且還有30例左右的死亡事跡。這位老師在聽後感到一陣脊背發涼。不過這位老師因為擔心村內的親戚和並不認可這種荒誕的說法，於是在一天白天又來到了龍塘村。在和當地人的交談中，當地人認為因為当地人死得太多，他們的冤魂就徘徊在村口。這位老師在那天晚上也差點遭遇他們的毒手。回到興化之後，湖南当地的媒体也注意到了這個村莊的情況，於是在這位老師的帶領下，當地媒體來到了龍塘村採訪。而剛剛來到村子後，記者感到這個村子阡陌交通，屋舍俨然，實在很難和寡婦村聯繫在一起。但是通過交談，記者得知這個村子每年至少死去3名青壯年男性，並且言之凿凿。面对這種情況，記者尋訪到一名寡婦進行採訪。這位寡婦在採訪中表示，自己的丈夫在去世之前一直在床上痛苦打滾，1個月後因為尿毒症去世了。而在之後的採訪中，記者了解到，有一戶家庭5個兄弟，在5年內走掉了3位，而這3位平時不抽煙不喝酒，且都死於肝硬化。而在越來越多的採訪中，記者了解到，村民都認為是當地的一座學校破壞了當地的風水，讓當地人不斷死亡。因為這座學校在建造的時候破壞了地底下的龍脈，
才導致原來安寧的龍塘村成為了遠近聞名，讓當地其他地方的人一提起來就頭皮發麻的寡婦村。當地的村民對於這個說法還是比較認可的。所謂的龍脈是風水師的一番說辭，龍塘村的大規模青壯年死亡和所謂的龍脈被切斷，從科學常識上來說肯定也是不成立的。曾經村莊裡面的人懷疑是不是村子裡面的水源遭到了污染，特別是有人为下毒的情況。邏輯上来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村子裡面的男女老少只有青壯年死去的情況，人为下毒的可能性肯定是不可能的。那麼會不會可能是井水的自然污染呢？在進行了一定的取樣之後，在相關的檢測報告出來後，雖然可以看到在檢測報告上面有部分的指標相較於正常的水源是超標的，但是這些指標對於正常人來說壓根不會造成身體的傷害，更別說死亡了。那麼在外界環境的原因也否決的情況下，究竟是什麼原因才導致這一切的發生呢？在排除了所有的可能性之後，在場又有學者提出，會不會有相關的傳染病導致這批人的死去？在查詢了歷史後，這個推測也被推翻了。那麼這樣的話，所有的科學可能性幾乎都被排除了。就在現場調查一籌莫展的時候，當地的疾控中心拿出一份統計表，存在很大的說明感。從這張統計表來說，龍塘村並不是所有死去的人都是死於癌症，相關的生活生產事故佔到了很大的比例，其中因為癌症死去的人數才7個人。那麼從相關的數據來看，所謂的病死率、死亡率也是不高。但是巧合的是，這批死去的人都住在龍塘村的村民第2組，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數據的確有點誇張。因此在這種人傳人的謠言不斷傳播下，龍塘村直接被妖魔化了。其實所謂的寡婦村只是基於統計角度和個人看法角度不同的一個妖魔化。此外，無論看待什麼事情都需要從科學的角度來探究其背後的原因，封建迷信的思維肯定是要不得的。